疯了吧？还来？我的天哪！要熄火了，牛逼呀、蛟龙车队，这个牛逼牛逼！哇，牛逼！没有办法了，情况不容乐观一点啊！不是刮风就是下雨，这种天气，不是我们不努力，这种情况，用力都没有用，这种真的。8月4日晚，深圳遇今年以来最强暴雨，画面显示有人家里的灯开始流泪，哭的可能是被水淹掉的车。早上起来一脚踏进积水开始上班，到了厂里发现也被淹了，路边的漩涡，被困住的人们。还有坚持上岗怕你饿着的外卖小哥，继续向前吧，这么难他都能把饭送到你跟前，还有什么过不去呢？涨水了，车也泡了，房子也进水了。深圳近日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强降雨，导致多地路面被淹。8月4号夜里到第2天凌晨，降雨强度进一步升级。这场暴雨已经对市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5号早上8点钟，龙华区观澜老街的部分商户已经被淹没在积水当中。清晨5点多，观湖路与东环2路交叉路口因为雨水排量过大，导致路面出现积水。目前内涝路段已经全部疏通。另外，8月4号傍晚，因为水位急剧上升，东莞市黄牛埔水库紧急开闸泄洪，导致下游黄江镇爆发严重的积水灾情，洪水迅速蔓延至市区多个路段。从当地网友拍摄的视频可见，
东莞街道宛如河流，汽车泡水，最深积水几乎淹过了车顶。居民住宅也遭到了洪水的侵袭，不少居民被迫爬上高处等待救援，有的居民爬上车顶，高声呼喊：“政府在哪里？快来救我们！”由于事前缺乏充分的预警，黄牛埔水库突发泄洪行动被质疑是导致灾情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泄洪不提前通知，黄江镇一夜之间变黄河。现在在高架桥上。8月5号以来，东莞黄江强降雨，导致翠亨豪园地下车库被洪水给淹了。再见了，小鹏，谢谢你，风风雨雨陪我3年多。东莞紫金花园小区整个停车场和地下室被淹没，全部车辆都泡在水里。当地无预警泄洪，这场天灾加上人祸，让企业的老板损失惨重。一位卖烟老板说，他损失了5万块。这场大暴雨，我们公司损失很大。这里20台 CNC 有7台坏了，有的是像电机坏了，有的地方是线路坏掉了，这个电梯也坏掉了。主板烧了，这个修下来的话也要小5万。我们这里整个车间停工了2天，但是工人的工资是1分都不能少给的。我们一天要少赚2到3万块钱，你可以算一算我们有多大的损失。但是即使这样，我们还是不能够躺平。现在这制造业卷的都已经是寒冬的寒冬了，还没能缓过神儿。东莞这大暴雨给你这些人再一泡，昨天我看 AKD 的那个徐总发的，宝马车都被泡了，车间全部都进水了，很多客户供应商全是这样，所以制造业的老板咋整呢？这就叫雪上加霜。8月5号凌晨，深圳市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，是自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以来的首次。许多深圳网友发布视频显示，深圳多地被淹，有的地方水深高达胸部，许多车辆都被冲走了，商家店铺被淹，损失惨重。在龙华区观澜老街，大量商铺被淹。
估计这些衣服都泡了，卖衣服的，还有各种商铺吧。洪水退去以后，深圳工业园区一片狼藉，损失惨重。下面的视频是名为深圳市新河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发的。今天是8月6号早上，我们这个院子里面的这个水呢已经退下去了，可以看到了哈，来，这个现场是一片狼藉的这些水位。昨天这个水是已经到这个位置来了，可以看到的，还有这一边，这个水位到这里来了。今天这个已经就下来了。这个车子呢，是因为昨天是放到这个外面的，然后泡了水之后，那个线路短路了，就自己给燃烧了，所以还是比较惨重的这些地方。来看这个门口这边都已经打了有沙包的，然后今天早上大叔都正在那里洗地板。今年损失最大的。对，今年是损失最大的。我的水淹到这里来啊，那你看我里面的东西要淹掉多少啊？是的。我昨天看到那个从这边出来的水都到这里来了吗？是啊，没办法，今年就是最大的一年。最大的一年。这支视频是在深圳市龙岗区平地街道西湖苑小区拍摄的。一名男子说 ，M5 跟 M6 那边冲水冲得很厉害，河道护栏应该都塌掉了，现在水位应该有1米多深。丽坤酱酒家常表示，是天灾还是人祸？豆腐渣工程也让我们公司损失了大几百万，车库也被淹了。在深圳海岸城，有网友拍到一条龙从高空飞过。网友黑帅牛德华666留言：下午我也拍到了，原来是真的有龙。上个月的19号，博主科科也发过一个视频，显示一条龙在电闪雷鸣中从高空中飞过，但博主没有注明是在哪里拍的。网友苏梅也曾发过一只龙在水井里游动的视频。风雨再大，打工人还得去上班。我现在是一个充满怨气的深圳打工下班人。今天网上可查深圳红色暴雨预警，但是呢，我们作为标准的牛马，合格的牛马，还是按时上班。网友那句话说的很对，就是在深圳，你下刀子都要上班。我敢说今天90%的深圳企业没有给自己的员工发通知，说让大家可以弹性上班，等雨小一点再去公司，迟到没有关系。博主说，大部分企业可能都没有告诉员工，说今天可以在家里远程上班或者是休息。深圳这座城市可不可以多给我们打工人一些关怀？他说不需要天天关怀，但是在特殊天气的时候，能不能多一些人文关怀？都说来这里打工的就是深圳人，但打工人在深圳不是人。有网友表示，深圳的雨真有意思，专挑打工人上班和下班的时候下。我真的服了深圳这个破天，每天上班衣服裤子都是湿的，一直到下班都是湿的，天天都是这么大的雨，叫别人怎么做事啊，怎么上班？我不怕热，再热的天我都不怕，我最讨厌就是下雨了。每天都是这么大的暴雨，你看。博主老胡说，他跟一个朋友聊天，这个朋友是做电子加工的，他说今年制造业的老板太难了，他去年营销几千万，结果到年底一核算居然还亏本。这朋友总结了3点原因。第一，现在没什么订单接，特别是价格要打得太狠了。以前旺季时呢，生产线连轴转，订单的呢都排到了半年后。现在呢，客户一打电话，直接要求订单减半，价格再降15%，不同意，客户就跑去东南亚找代工厂。老板们呢，为了让工人有活干，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些亏本单。这朋友告诉老胡，机器一运转就是在亏本，但是也不敢停。如果停产，工人走光，客户也彻底没了，工厂离关门也就不远了。今年制造业经营困难，第二个原因就是各项费用不断的攀升，原材料和工人工资都是越来越高了。第三是当下大环境赚钱越来越难，花钱地方越来越多，银行要收利息，厂房得付租金，工人工资高的离谱，收入是越来越少，开支却持续的增加。
现在老板们赚的都是微薄的利润，最怕听到的不是没有订单，而是有3家同行降价10%去抢客户。现在制造业的老板都在苦苦的支撑着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